执政很扎实，一个县市攻克。中间路线只是个包装的名词，所以迷信中间路线就是因噎而废死。中国国民党不能亲中吗？为什么叫中国国民党？亲中就一定选不上吗？国民党选地方选举不是靠中间路线。国民党论述有没有跟蔡英文一样？不一样，但很接近。中间路线就是让国民党连续3次输到脱裤，因为很简单，你的论述跟蔡英文没有什么鉴别度。蔡英文是亲美远中，国民党是中美对等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有人说历史哥反驳你的中间说，他说蔡英文走中间路线，国民党还要跟他们一样吗？老实说，这种白痴的话就不要拿来问我，这种就是典型的谬论。我们要的是执政，然后呢，这些人就要贴你帽子，说你要变成下一个蔡英文。从事实面来说，国民党的论述跟蔡英文有一样吗？从结果来说，国民党能够跟蔡英文一样执政，你反对吗？你不高兴吗？就是这一群人呢、这一群人就是骗走遗嘱的看护啊，整天讲一些干话，重新执政，你不高兴吗？国民党的论述跟蔡英文一样吗？在那边讲什么东西啊？我是不计较被骂白痴啊，或者说我们讲的是谬论啊，但是我比较计较的是可不可以就论点回答，骗走遗嘱的看护讲干话，这个跟我们平常所讲的论述落差很大吧？蔡英文那一套如果是主流的话，国民党的人有没有人附和？什么是中间路线？就是要中美对等，甚至更加亲美一点。国民党的论述确实跟蔡英文不一样，蔡英文是介于抗中跟敌中之间，他不到敌中，但是抗中然后保台。国民党没有说抗中保台，国民党叫中美对等。那中美能继续对等吗？因为一大堆人传给我，所以我得回答这个事情。中间路线就是让国民党连续3次输到脱裤啊，因为很简单，你的论述跟蔡英文没有什么鉴别度。赖清德选到最后一刻也是走蔡英文路线，只是他上台之后不从蔡英文路线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国民党论述有没有跟蔡英文一样？不一样，但很接近。蔡英文是亲美远中，国民党是中美对等，但是在实务操作上，不管是亲美远中或中美对等，一定是抓美用力，远中失利。美国离台湾很远，对台湾的直接影响力，相较于快速崛起的中国大陆是更弱。随着主客观形势的变化，这样的变化是更加显著，而且美国正在把力量往后撤退。美国现在打算把它很大的力量移驻到关岛去，关岛将在我记得是2037年或2040年驻防美军要增加到3.5万人，关岛才几百平方公里，那为什么往后退？为什么要赋予所谓第一线的盟友更多的军事的力量？因为自己要跑了嘛。那事实就是大两岸关系及中美关系，它是一个横跨将近万里关系，而小两岸关系是一个只有不到200公里的关系。这种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，如果你还是所谓亲美远中或者中美对等，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就要把中给踹远一点，想办法去抓美近一点？请问你的中美对等是不是其实只是亲美远中的一体两面？所以亲美远中路线跟中美对等路线就执行层面来说，它只是力道的差异，但方向是没有差别。我被骂个白痴我无所谓，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换得一个讨论的空间。我其实不是回应朱凯翔的中间路线，那一天我在中天，我是因为中天用了左正东老师的中间路线的说法，而且左正东老师也不是提出中间路线，他是说国民党过去4年的中间路线失败。老实讲，我根本不知道朱凯翔信奉中间路线，提问的网友可能不知道，觉得我在间接含沙射影在否定朱凯翔的中间路线。那我觉得我的言论不是白痴言论，我也不是骗走遗嘱的看护啦，我们是就事论事、就理论事的人。事实就是国民党连输3次，而这连输3次当中，前2次是正面对决输得一塌糊涂，第2次确实就是在路线上，尤其在因为当时遇到了反送中大潮。其实讨论这个问题连输3次只是一个累积的结果，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质性研究，不能只是单纯做量化研究吧。要不然你就说连输3次，所以答案就是完蛋。其实不是，做质性研究。质性研究第1次候选人太弱，形势不利，搞了一个换柱，内部我都没整合就上场选举，换柱完要选举剩几天？剩不到100天的样子，那怎么选？而且刚好在马英九执政的批发期。第2次韩国瑜刚好撞上反送中，当时是整个反中大潮最明显的地方，而台湾呢深受美国的影响，更何况反送中是发生在更前沿的香港啊，所以他那个回波打到台湾，那导致台湾这个问题，而且国民党确实没有做好论述战的准备，所以韩国瑜兵败如山倒。我衷心希望民进党在2028年会失败，其实2024年他们就很机会失败了。老实讲，功亏一篑，因为蓝白不合，爽到赖清德，对吧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2025年蓝白合力，非绿整合，赖清德直接吃屎。2026、2028道理是一样的，所以选到最后啊，中间路线是一种自我灌迷汤的过程，因为中间路线根本就没有在这里面发力嘛。蔡英文第1次选是因为他走中间路线而选赢朱立伦吗？更大程度是国民党输给自己，自我内部要换柱，自我要分裂，那没办法。第2次是因为蔡英文中间路线选赢了吗？其实也不是啊，恰恰相反，蔡英文连假的王立强案、向心夫妻案都拿得出来操作了，事实证明这都假案，他走了非常极端的抗中保台路线。
面，甚至说出4个坚持两岸互不隶属，激进于台独的新一边一国论，他也是当选了。然后第3次赖清德会赢，根本原因是蓝白分裂，跟中间路线有什么关系？中间路线只是个包装的名词，所以迷信中间路线，事实上就是因噎而废死。中国国民党不能亲中，那请问为什么叫中国国民党？亲中就一定选不上吗？没有吧。当你回归到国际地缘政治跟两岸的一个态势的发展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郑丽文的出现是有它根本的原因的。那为什么他坚持中间路线呢？那是不是活在你自己的 illusion 里面呢？你在活在自己的幻象里面，你觉得这个有用吗？那事实上并没有用嘛。因为国民党选赢地方选举其实也不是靠中间路线啊，国民党选赢地方选举就是执政很扎实，做好接班梯队啊，一个县市攻克。国民党在地方的执政的风评是相对是好的嘛，民进党靠吹的嘛。比如说高雄说现在是台湾最强旅游之都，结果数据一拉出来，远远输给台中跟台北。我更渴望的是跟朱先生的粉丝对话，或朱先生的听众对话，而不是跟朱先生在那边计较用字遣词尖不尖锐。可以理解他的心情的失落，因为他确实有相当特定的支持的候选人，而候选人落选了，选后症候群这很正常。像我们因为没有支持任何人，所以无事一身轻。今天郑丽文落选了，郝龙斌当选了，罗志祥当选了，对我来讲差别不大。但是当然啦，郑丽文当选跟罗志祥当选，因为我跟他们比较好嘛，所以我肯定会很开心。其实不用太纠结在1-2次的胜利失败，我们最终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让民进党倒嘛。但民进党倒有很多工作要做，包含今年的大罢免，那要花很大的力气。我不那么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，但我更计较的是战略上的思考。战略层级必然包含着更高层级的 ideology， 就是意识形态的指导，它绝对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逻辑。很多人说今天大陆是共产党、共产主义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中国人只有一种主义，中华民族只有一种主义，叫做实用主义。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，就这么简单。大家知道为什么郑丽文会赢了吧？黄复兴都不挺郝龙斌了，那你怎么搞呢？其实黄复兴还是国民党内最大的力量，建制派真的要检讨一下，不要再迷信中间路线，真的拜托，没有这个东西好不好？民进党从来没有什么固定的路线，民进党就是能赢就是路线，所以他们喜欢炒短线，炒完短线选上之后，再像盗贼跟盗匪一样掠夺全部的政府的资源，最终用这些资源再来巩固自己的政权，这才是民进党中间路线的真相。小选会赢，大选必输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为什么？所谓中间路线，你没有办法突出个人的特色，还有你对国家未来的引领跟倡导是什么？我非常期待2028年，如果在也跟执政党的对决的时候，如果刚好只有2组候选人，我希望看到的就是一边陈述着亲美远中的愿景如何，另外一边陈述着两岸和平的愿景如何，那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？那多有趣啊！两边直接正面开加特林对喷，不是好事吗？其实康东宝台这一次就快用不下去了。那我是非常期待，就是他们继续误判，就是郑丽文上来，他们可以继续康东宝台。我跟大家讲，最残忍的方式就是对，比如说你跟一个棋王下棋，然后呢他自己觉得棋艺天下无敌，结果你在下棋中打败了他，而不是在武艺上打败了他，对吧？一样的道理嘛。今天我们能够在抗中保台的正面战场上，靠着论述驳倒民进党，何其快哉！我们搞大罢免不就是这样干吗？来，这个就很简单了。如果郑主席能够好好处理两岸问题，然后这一些所谓不愿碰触两岸问题的，到了选举的时候，他投还是不投呢？套句刚才模式，能执政为什么不投啊？为什么不要执政啊？如果人家能处理的好，我公开宣誓啊，不需要郑丽文主席来拜托我，我愿意全心全意投身两岸论述的战场。如果到了大选时候有必要的话，我愿意全心全意投身两岸论述的战场，强度不亚于反对大罢免。我这里讲一个关键哦，什么是本土化论述？这个东西我做过，就是说我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不愿谈大陆的东西，我也不愿意去跨出两岸这一步。那个有经过那个时期，因为看过超过5-6年的资深老铁，应该就有印象。可是即便那时候还是有很多大陆同学来看我的节目，因为韩流的关系。但是呢，我那时候做本土化论述，我们是讲的很实际的。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说，你国民党本土化论述在哪里？你怎么阐述你的本土化？你到底是什么是本土化？你到底知道吗？所以他们其实不懂本土化论述是什么，然后还想讲中间路线，我就不懂你到底你的矛盾啊。国民党本土化论述是什么？我告诉大家很简单，就是阐述国民党来到台湾之后做了什么事情。你能阐述吗？其实国民党早已不是外来政权，为什么？国民党来到台湾之后做了很多本土化的工作，譬如说呢，其实国民党到台湾之后很多是接着日产，把日产变成国产，比如说台糖、台电，而且国民党呢基于三民主义在台湾的实现，油糖、水电、高铁、台铁、高速公路，这些都是国有化资产，节制私人资本，发扬公有资本，让老百姓的生活可以得到最大化保障，而不会被私人资本所控制。这就是国民党为了在台湾适应的一个本土化。国民党很早就开放了台湾的这个选举，其实是顺应着日本当时的地方的选举，所以有很多各种地方派系就是从那时候来的。所以国民党哪里没有本土化？你的本土化路线你讲不出东西啊，你没有东西没办法去论述。当你讲到这块的时候，那你才有办法去
讨论这个东西。我的话，请问你的本土化论述是什么？你这个本土化路线的论述就可以对抗民进党，因为民进党当年是反对高速公路，民进党当年真的是反，他们说只有有钱人可以开的，结果呢就没有，所以民进党是最反本土化，这是可以进一步的反打他们。